村长，不用搞这么大阵仗。您为我们村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，这都是应该的。这边请。一个破大专有什么好读的？爸妈给你寻的亲事不错。你们就是想用我换钱给弟弟。萧儿，天是重阳节，你帮他一下。读什么学校不重要，只要有上进心。你们女儿的学费由我来资助。有权了不起啊！嘘，这是来投资的大老板，可不敢得罪。小雪，还不快谢谢陈潇哥？你小时候还说长大要嫁给他呢。完了，彻底忘了。谢谢陈潇哥哥。你好好学习。女儿，恭喜毕业！你爸把房子输给了王老三。陈总最不缺的就是房子。赌呗，玩玩而已。我很快就会嫁入陈家。毕业了，我给你当老婆好不好？这大概就是养成系的爱情吧。萧爷，明天你有一个会，是在……对了，明天我要陪我妈去看病。宋雪，宋雪是谁？陈潇哥哥，你别这样叫。告诉你个好消息，我毕业了。我家人最近没地方住，你帮忙安排一个离你近的地方。这是什么情况？最近老夫人身边佣人短缺，可以让他们试试，保持住。你们过去直接找管家林姐。谢谢陈潇哥哥，你下次别……看来陈潇哥哥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见到我了。还是我女儿有出息，让姐夫多提点我。看你表现吧。姐，这里连厕所我们都住不起。很快，我就是这里的女主人。以后，就当这里是自己家。来访请登记。你怎么打人？被我打是你的荣幸。一条看门狗，眼瞎认不得主人。滚一边去！队长，我遇到一伙可疑的人。你都来了，居然没人出来迎接？哼，太不像话了！你们应该就是新来的佣人吧？你干什么？我没撕了你的嘴，已经是对你仁慈了。你就是陈家的管家吧？这就是你对待陈潇哥哥未婚妻的态度？再有下次，你就滚蛋吧。女儿不会出什么问题吧？管家说白了就是一条看门狗。我姐是未来陈家主母。喂，我在开会，长话短说。宋雪和萧爷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不用在意，这个小姑娘今天还亲了萧爷一下，但是萧爷根本……周特助，过来一下。先不说了。亲了萧爷，
难道我搞错了？算了，先安顿好他们。请您原谅，是我愚钝了。把这个家的下人都叫出来，让他们认认人。如果连主子都认不出来，那作为一条狗，就没有存在的必要。姐夫回来一定夸你。小爷真会看上这种女人，小爷对我们都很尊重。跟这比，我们家连狗窝都不如。喜欢吗？回头我让陈潇哥哥送你们一人一套。姐，你就是咱家大福星，苦日子到头了。快看我发现了什么！我拿1两把，姐夫不会说什么吧？拿，你是他小舅子，他送你礼物是应该的。这玩意儿卖掉应该够我赌很久了。你在干什么？这是萧爷花了4500万拍卖的玻璃种翡翠玉佛。女儿，我不会闯祸了吧？没事儿，爸。大呼小叫什么？还不是你吓到我爸，才弄坏他的。明明是他。萧爷的车钥匙怎么少了这么多？姐，我还是把钥匙还回去吧。不分尊卑的东西，这是我们自家的事。你一个下贱奴才，有什么资格指手画脚？我女儿说的没错，奴才就该有奴才的样子，多嘴什么？这件旗袍穿在我身上合不合适？你现在穿的是老夫人最喜欢的旗袍，是民国时期的潘玉大师。那又怎么样？一件旗袍而已，我未来婆婆一定会很宠我。爸妈姐，看我发现了什么！这瓶红酒是波尔多庄园100多年前。你烦不烦啊？多多乖，多多通人性。老夫人正在休息，她来提醒你们小声点。这里怎么会有狗？我对狗毛过敏，把它赶走！他已经陪了老夫人12年，是老爷子去世前和他一起养的。一只狗而已，他敢冲我吠就是找死。不要伤害他！呸！真是蠢猪！别啊，狗肉多香，把它交给我。林姐，又怎么了？周特助，家里出事儿。家里怎么了？林姐，林姐，家里怎么了？小野出事了！这有钱人家的沙发就是舒服。多多，多多，你在哪儿？你们是谁？怎么在我家？阿姨好，您就是陈潇哥哥的母亲吧？我是您未来儿媳妇。阿姨，我叫宋雪，3年前您见过我的。抱歉，我这些年健忘的厉害。没事儿，等陈潇哥哥回来，会正式向您介绍我的。这臭小子终于肯让我抱孙子了。林姐，林姐呢？林姐忙去了，您要是不信，可以问问他们。
是我失礼了。不好意思，我身上有点毛病，但你们放心，不传染。我让厨房做点吃的，咱们边吃边聊。阿姨，我已经吩咐过他们了。林姐的电话还没有打通吗？没有，我妈也没联系上。你别担心，老夫人习惯给手机开静音，加速回家。是。慢点吃，不着急。好，老夫人，你们家大业大，给我女儿的彩礼可不能少于1个亿啊！不是我们多要，主要怕您被说闲话。你这件旗袍款式和我的一件很像。只要我儿媳妇好就行。这是什么味道？真难吃！水，给我水！你是蠢猪吗？这么烫的水想烫死我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。陈潇的眼光有这么差吗？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家子啊？香喷喷的红烧肉来喽！这个好吃，爸妈阿姨，你们也快尝尝。最好吃，最好吃。这是什么肉？味道好奇怪。快吐掉，老夫人，那是多多的肉！阿玲，告诉我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们来到这儿后就肆意妄为，砸碎了少爷送您的玉符，偷少爷的爱车，还私自穿了您的旗袍。多多没有招惹他们，却被他们活生生的打死，最后更做成了菜送到了您的嘴里。不要丢下我一个人啊！求你了，睁开眼看看我。不要伤心，多多会代替我陪着你。阿姨，一条狗而已，您至于这样吗？难道它冲过来咬我，我还不能还手了？多多是老夫人的情感寄托，是你先伤害她的。对不起，我没保护好她。你闭嘴！主子说话，哪有奴才插嘴的份儿？该闭嘴的是你，多多早已是陈家的一份子。哼，亲家，你也太荒唐了。难道在你眼里，我的女儿，你的未来儿媳，还不如一条老狗重要？大不了我们买一条还你。你个奴才，别碰我婆婆！你没事吧？别碰我！我们不吃了就是。你满意了吧？你怎敢这样？你怎敢这样啊！你弄疼我了！老夫人，我不是故意的，谁能想到他突然发疯啊？小爷不会放过你们的，绝不会！狗叫什么呢？那可是我未来姐夫。阿姨，我知道你年纪大了，毛病多，脑子也不好，我不怪您。疼死了！我看你真是老年痴呆了！滚！滚出我的家！什么你的家？我才是这里的女主人，你不过是待在这里准备入土的。爸弟，把这个老年痴呆送去医院治治，这样不会出事吧？没看见他病得不新吗？不送去医院才会出事。陈潇哥哥知道了也会支持我的。没错，我们这是在做好事。滚开！还真是一条忠心的狗！让开！看来你天天跟狗在一起，还染上了狂犬病。拖走，赶紧拖走！真是晦气，把我的家都弄脏了。妈！妈！妈，你怎么了，妈？你们对我妈做什么了？陈潇哥哥，你吓到人家了。阿姨犯病，我们好心帮她，你凶我们干什么？
我妈犯病，你们好心帮她。大概是狂犬病、老年痴呆之类的吧。狂犬病、老年痴呆，你当我傻吗？你不信，大可以调监控，看看我有没有骗你。哼，到时候你可得向我道歉。萧野，林姐也失去了意识，状况不容乐观，当务之急还是赶紧把他们送到医院。刚才我们就是要送阿姨去医院的。把他们带上，查明真相之前，不准他们离开。是。和我们一起走吧。萧爷说了，暂时不能让你们离开我们。女儿，我看陈总好像有点生气。我还有点生气呢，他居然不相信我。可我还是有点担心。你有什么好担心的？没看见咱未来女婿都舍不得和咱女儿分开，去医院也要带上她吗？没错，夫妻之间有点误会很正常。等误会解开了，他还得谢谢我姐呢，及时发现了他妈身上的毛病。哼，等他意识到错误来找我道歉，我可不会轻易原谅他。萧爷，都安排好了，老夫人和林姐都已经在接受治疗，医生说送过来得及时，不会有太大问题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陈潇哥哥，这下你该相信我了吧？要不是我及时的发现了阿姨的问题，她也不可能这么快就能得到治疗。监控调好了吗？我已经安排人送过来了。监控来了。宝贝儿，我这有好几辆豪车，你想坐哪一辆？这把钥匙是你的吗？他是这些钥匙，谁允许你拿的？这孩子内向。你这件旗袍，我看着有点眼熟，是民国时期旗袍大师潘玉的封笔之作，和你现在穿的毫无差别。陈潇哥哥，我的家人第一次去你家，难道不该拿点礼物吗？你的家人第一次去我家，就得拿走点东西作为礼物。当然啊，否则别人就会说你陈家不懂礼数。我陈家不懂礼数。我是为了你的名誉考虑，毕竟他们未来也是你的亲人。为什么他说的每一个字我都明白，连在一起我就不懂了？我和你一样。你不感激我也就算了，还要看监控。你的功劳，感激你。等我看了监控再说。把平板给我。给你可以，但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，往后余生一直对我好。萧野，你看。肯定是刚才摔坏了，都是我的错。让人把它修好。你就这么执着于看监控？我们之间难道一点信任都没有吗？你在说什么？孩子，家庭和睦才是最重要的。你们到底在说什么？我怎么一句也听不懂？唉，我先去接电话。你只需要知道，要一直对小雪好就行了。我爸说的是他多年的智慧结晶，我们不能让老人失望啊。萧野，玉龙岛保安说是今天发现了可疑人物，已经接过来了，很快就到。好，等我查清真相，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伤害我妈的人。就是他们！认错人了，绝对认错人了。他们和萧爷在一起，说明身份不一般。我要说他们可疑，萧爷说不定都不会饶了我。你刚才是说他们就是那伙可疑的人？
不是，我可以发誓，他们绝对不是什么可疑分子。陈潇哥哥，这下你该相信我了吧？陈潇哥哥，看来关系果然不一般，幸好没说实话。那你描述一下那伙人有什么特征？见到萧爷就紧张，组织不了语言。把他带走吧。老夫人醒了。陈潇，阿姨的病治好之前说的话都是不清醒的。你找死啊！女儿，如果老夫人跟陈总说咱们坏话怎么办？陈总是个孝子，很在意他妈。我们被误会了无所谓，被当成坏人也就被当成坏人了。妈主要担心影响你和陈总之间的关系啊。是啊，姐，我们虽然是好心，但老夫人的老年痴呆感觉还挺严重的，甚至还有狂犬病，可分不清好人坏人啊。万一觉得我们不是在帮她，而是在害她呢？确实，狗身上的细菌病毒多，我们把狗弄死也是在保护它，它居然还对我们发狂发疯，这脑子估计一时半会儿也治不好，10有8九会胡说八道，让陈潇哥哥讨厌我。这老太太早去养老院搬出去住，省得影响孩子们的生活。不行，我得过去看看。妈，你能认出我吗？你是我的儿子陈潇。老夫人的状态趋于稳定，暂时不受刺激。好，周特助，还有一笔5000万的投资，就给这家医院吧。林姐，她怎么样了？她还在手术中，伤比老夫人严重，但能被安全地推出手术室。林姐都是为了保护我才……妈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多多，安排人查一下多多怎么了。是。陈潇哥哥，我来看阿姨了。你们给我滚出去！陈潇哥哥，滚！妈，你没事吧？妈，医生，快救救我妈！准备除颤仪，暂时稳住了，但必须请省院的王副院长亲自出手，才能让老夫人转危为安。我去请，您最好在这里陪着老夫人，说说心里话，给她精神支撑。好，周特助，你立刻携重礼去请王副院长。气死我了！该死的老太婆，指我是什么意思？分明就是狂犬病犯了，见谁都想咬，太不像话了！我还得教育教育他。少说2句，女儿等你陈潇哥哥气消了，还是得和他解释一下。我解释什么？他惹我生气，我不会再理他了。床头吵架床尾和，不知有多少狐狸精盯着姐夫。算了，谁让我大度呢？只要他拿出足够诚意道歉，我就给他一个机会。这是陈潇哥哥的手机，他把外套落在外面，赶紧把他的手机送过去。我帮他接就好了，看到那个死老太婆就烦。喂，你找陈潇哥哥有什么事？未婚妻
可明明他和莫总裁……你是谁？找陈潇哥哥有什么事？宋小姐，是这样的，我叫孙兴，是萧爷的副手，在公司的职位是副总。待会儿有一场很重要的会议，涉及一份价值数十个亿的合同，需要他。这场会议我会替他参加。陈潇哥哥的公司我也有权利管理。我们走。你会管理公司吗？很简单，给下属发号施令就行了。原来如此。等陈潇哥哥回来，发现我把公司管理得井井有条，就会惭愧地意识到自己误会了怎样的一个好女孩。怎么回事？明明知道我姐要来，也没安排人欢迎一下。不给他们立个下马威，以后怎么管理这群员工？我到了。我作为陈潇哥哥的未婚妻，初来乍到，也没人在门口候着，我找不到路，自然就慢了。诸位稍等，抱歉。是宋小姐吧？有失远迎，实在抱歉。我不希望再有下次。是，宋小姐教训的是。他们坐的是萧爷的专车，看来这个叫宋雪的并非在说谎，她真是萧爷的未婚妻。孺子可教也。带路。露露，小雪，你也是来面试的吗？赵露姐，我姐可不是来面试的。我面试的工程部实习生岗位被主管淘汰了。孙副总，把工程部的主管瞬间给我叫来。宋小姐，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。那就让他们等着，现在立刻把工程部的主管给我叫来。明白。小雪，你这是……我来帮陈瑶哥哥管理公司，自然不能损失你这种人才。陈瑶哥哥，你说的是陈氏集团的董事长陈总。赵露姐，我姐就是你口中陈总的未婚妻，未来陈氏集团的女主人。小雪，你弟弟说的是真的吗？你是我的好闺蜜，以后就留在我身边帮我。好姐妹，以后可就仰仗你啦。宋小姐您好，你为什么淘汰了赵露？赵女士大专毕业，没有项目经验，不足以胜任她应聘的岗位。应聘者中，除了她以外，学历最低的都是985高校的硕士。你看不起大专？我也是大专毕业，大专生的能力就一定比名校学生差吗？你就是戴有色眼镜看人。大专里面确实也有人才，所以我们设立了笔试，而赵女士您也没有通过我们的笔试。那还不是因为你们出的题目太难了，谁能答得出来？分明就是在故意为难我。除了您连10分都没拿到，其他面试者基本都拿到了80分以上。够了。宋小姐，看在您的面子上，我们也可以给她一个实习的机会。你凭什么打我？你在阴阳我？当我听不出来吗？看在我的面子上，你不就是在说我要给我的朋友开后门吗？难道不是吗？那个通过面试的人也姓李吧？笔试满分，参与过3次国家级工程项目，资历优秀。孙副总，
这个人暗通贵曲，利用职务之便给亲属开后门，应该怎么处理？原工程部主管违反员工守则，直接开除。赵露作为新主管，即日上任。这不太合适吧？还是说，我还没有正式嫁给陈潇哥哥，说话不管用啊？脸都不要了，让一个连实习生都没资格当的人当主管，太可笑了！来人，把这个公司助手拖走！冤枉！你们不能这样！我不信陈总会娶你这样的人！传我的话，让全行业封杀他！请进，大家已经在里面等着了。欢迎萧爷的未婚妻莅临指导。老黄，你怎么回事？第一次见宋小姐还摆着一张臭脸，也不站起来迎接。他也知道是第一次见我们，还迟到了半个多小时。老黄，不是我说你，你这就是在小题大做，上纲上线。陈总都等了我们宋总3年，我们宋总能挤出时间和你开会是你的荣幸。老黄、老胡，你们开始汇报合作条件吧。现在开始投票，同意的请举手。他给的条件只是表面数据漂亮，是纯粹的利己主义。我的意见是，由胡总全权供应。宋总英明！胡闹！你没看见他1票都没拿到吗？我只相信自己的判断，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。你是怎么判断的？怎么分析的？你的人品不行。我人品不行？你是怎么看出我人品不行的？退1万步说，就算我人品不行，这是生意。你无视客观事实，选了一个明显会给陈氏带来巨大损失的人当合作商，不可笑吗？不愚蠢吗？闭嘴！你竟敢对宋总不敬！我建议全行业封杀。我赞同。你们就任由他这么胡作非为？能力越大，责任越大。站在陈氏集团的角度上，我也觉得放任一个蛀虫在这个行业里肆意妄为，愧对大家的信任。宋小姐，要不您给萧爷打个电话商量下？你在质疑我的权威性？不敢。这点小事还用不着麻烦陈潇哥哥。我来了，就不会再给他趴在陈氏身上吸血的机会。老黄，对不起，我也没办法。真是晦气，赶紧把他拖走。宋总果然慧眼如钩，睿智神武，巾帼不让须眉。陈总知道你揭穿了老黄的真面目后，一定会很高兴的。这就吐血了，真是没有度量，心胸狭隘。宋总，多亏了您眼光毒辣，雷厉风行啊，为咱公司剔除了一个老害虫。这个宋雪就是个自以为是的蠢货。萧爷真会娶这样的人吗？话说回来，莫廷玉不才是萧爷。
萧爷，关于多多有一些消息传来，我们也询问了一些佣人，但都问不出个所以然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估计我们只能等林杰醒来，或者监控修好，才能知道真相。是孙副总，萧爷，我去接个电话。萧爷在医院陪他母亲，有什么事儿直接和我说。有个叫宋雪的，自称是萧爷未婚妻，来公司一通胡乱指挥，开掉了工程处的主管小李，封杀了老黄，间接导致的损失不低于1个。什么？这是我的失职，我现在就回公司。宋小姐，这是萧爷的专属休息室，外人不能进啊。你算什么东西？赵露是我的人，她的言行举止都代表我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副总啥也不是。啊，宋总，您看这样力道还满意吗？这画的是什么？我怎么看不清呢？这酒感觉有些年头了，我尝尝。喂，你们在干什么？别碰那画，那是萧爷的珍藏。大小姐，宋叔，使不得呀，这都是陈总珍藏啊！闭嘴！这些都是我家的东西，我们自家人看看摸摸怎么了？我这老丈人还比如他那些贵客。那是抽象派大师名作，看不懂是正常的。你能不能闭上那张臭嘴？不会说话就别说话。你是在嘲讽我阿姨没文化吗？这坨垃圾也能叫名画？给我一支笔，我能画的比他好10000倍，把它拿走。完了，完了！闭嘴！一幅画而已。你这副总不去干正事儿，老是对我们的家事指手画脚的，真是没个眼力劲儿。听见了吗？还不快滚！我滚，但你们会后悔的。萧爷宠宋学姐还来不及，会怪他？周特助，你到哪儿了？这帮人太不是东西了！他们在萧爷的专属休息室乱搞，把萧爷珍藏的米歇尔大师绝笔和那瓶波尔多庄园的名酒都弄没了。碍眼的人走了。宋学姐，我想求您一件事儿。我弟弟被人陷害坐牢，刚出来找不到工作，能安排进咱公司吗？女儿，你3姨的小子，你二叔大舅的表弟，肥水不流外人田。小事，所有亲戚安排进来，工资按部门主管的标准开。那姐，我也要进公司，给你帮忙。你就当我的助理，月薪10万，外加年终分红，让你姐夫配辆豪车和别墅。
公司有严格的招聘流程和薪酬体系，部门主管更是需要足够的专业能力和管理经验。而且，亲属回避是公司基本规定。叫你一声副总，你还真把自己当个总了？这是我家公司，我说的话就是规定。你知不知道，这支钢笔可是莫总送给萧爷的礼物？莫总又是个什么货色？你们会遭报应的！我不仅要封杀你，还要封杀你所有的家庭成员。你们在干什么？我从来就没听说过萧爷有未婚妻，萧爷只有一个女朋友莫廷玉。女朋友？你为了给自己找台阶下，连这种谎话都编得出来，真是可笑。陈潇哥哥资助我3年，等我毕业，让我住进他家，不是爱是什么？不是要娶我是什么？哼，你说的莫什么玉，我都怀疑公司里有没有这号人。保安，把这群不法之徒给我！孙副总，你们给我等着，这事没完！来人，快叫救护车！哼，装模作样，找借口逃跑了。就是。姐，姐夫回来知道我今天这么护着你，肯定得夸我。必须的。就是看他那怂样，宋总，我看他就是嫉妒您，故意搬出个什么莫廷玉来恶心您。等陈总回来，您一定要好好告他一状，让他吃不了兜着走。我跟你说啊，女婿最疼你了，你只要一撒娇，他肯定什么都听你的。快去告状！我用手机全程录了，可以诬陷周特助先动手。好了，够了，我们走吧，去找陈潇哥哥。你看那边，这些人是谁？我也不知道，没见过。姐，这间位置真好，就在姐夫旁边。这间确实不错，离陈潇哥哥最近，方便我随时找他。以后这就是我的办公室了。还真有个叫莫廷玉的，不过就是个副总。什么副总？哪有老板娘身份尊贵？女儿，这位置就该是你的。宋总说的对，这办公室配您正好。那个什么莫廷玉占了您的位置这么久，也该挪窝了。我看啊，让他去扫厕所都便宜他了。走，进去看看。对了，回头让人把里面的东西都清出去，
按我的喜好重新布置。门口那个牌子，给我换成董事长夫人办公室。好的，姐，我这就去办。谁允许你动我的办公室？你怎么还在我家公司？你家公司？你就是莫廷玉，识相的，自己收拾东西滚蛋！听见我姐的话没？赶紧滚，不然老子不客气了！认清自己位置！果然，物以类聚，蛇鼠一窝。你是谁？陈潇资助过的人不少，得了妄想症还跑到我们公司撒野的，倒是头一个。谁给你的胆子开除我的工程部主管？谁给你的权利封杀老黄那样的优质合作商，选了胡万那么一个只会溜须拍马的奸诈小人？又是谁给你的幻觉，让你觉得你能动我的东西，包括这间办公室？当然是陈潇哥哥给我权利，要不是连是莫总，他非但滥用职权，污蔑我开后门，还让保安把我扔出去。她那个闺蜜赵露连笔试10分都拿不到，却被他直接任命接替我的位置，简直无法无天，荒谬至极。萧爷绝不会对这种恶心卑劣的女人有半点好感。她以权谋私，已经被我开除了，你怎么还把她带回来？是无视陈潇哥哥的权威？以权谋私的到底是谁？双标2个字在你这个……陈氏集团是陈潇哥哥的，以后就是我的，我想开除谁就开除谁，你们算老几臭打工的！我告诉你，莫廷玉，今天这办公室我要定了，还有你，李主管，我开除了你就是开除了，一条丧家之犬还敢回来废！哼，这女人不过是靠勾引男人上位，和我们女儿这种正宫夫人比，差远了。就是，滚！再不滚，等我姐夫忙完了，有你们好看！那你们倒是动个手试试。老爹，给他点颜色看看。臭娘们儿，让你嘴硬！我做小心！忘记告诉你们了，我上初中就拿到了全国跆拳道冠军。这一巴掌是教你什么叫规矩。陈氏集团，你敢打我弟弟！这一巴掌是打你自以为是、肆意妄为。敢打宋总，我和你拼了！这一巴掌是打你狗仗人势、搬弄是非。这一巴掌是替陈潇打的，打你们不知天高地厚、忘恩负义、鸠占弃巢。再敢动手，我保证你们的下场比现在惨10倍。打得好！莫总小心！莫廷玉，你等着，陈潇哥哥一忙完，我就去苏宗山之巅。看来只挨一巴掌不够啊！我们走。
我昨天刚和陈潇订婚，今天就冒出你这么个小丑。莫总，原来您和萧爷已经……姐，不能就这么算了，这口气我咽不下。当然不能就这么算。我刚才也说了，等陈潇哥哥忙完，不能直接去找陈潇告状。今天发生的事儿叠在一起，会让他对你心生芥蒂。我有办法，我对陈氏做过调查，城西锦绣华庭莫廷玉负责的项目，工地问题不断，进度严重之后，如果我们能把那个问题解决了，拿着功劳去找陈总，再告莫廷玉无能欺负您，陈总肯定心疼您。走，去工地。萧爷，您来了。不是萧爷。我是宋雪，陈潇哥哥的未婚妻，过来视察工地进度。萧爷把自己的专车都给他们用了，应该不会有假。林姐醒了。监控也修复好了，有电话。真相，我很快就能知道了。妈，我不会让你白白躺在这儿的。这就是为什么工程问题解决不了。完了，他什么都知道了。醒醒！是装机又出问题了吗？装什么呢？偷懒睡觉被发现，还装辛苦敬业，卑劣！我偷懒？我已经好几宿没合眼了，眼看问题快要解决，就稍微眯一会儿都不行。死蛀虫，还敢狡辩？信不信一句话让你卷铺盖滚蛋？地质报告刚做完，方案定了，马上就能复工。我已经连续工作了50多个小时。好巧，50多个小时没合眼了。闭嘴！50多个小时很了不起，我逛街逛一天都丝毫不累，就是偷精耍滑。你们太过分了，没你们这么欺负人的。刘工是国际顶尖的建筑学专家，比谁都敬业，没有他就没有这个工程。你们都是一丘之貉！你这姑娘怎么能这么说话？夫人，开除刘工，工程就真的停摆了。张工，这是我最后一次警告你，再废话，就把你也纳入清算名单。还是赶紧给小野打个电话吧。你们拎不清位置，我就杀鸡儆猴。
把他给我吊起来！少爷，对不起，我没照顾好老夫人，没保护好多多。林姐，别动，你做的够好了。你能告诉我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宋雪一进门就打了我一耳光，宋弟偷车钥匙，宋爸摔碎玉佛。多多，他只是护主叫了几声，就被宋家父子活活打死了。那是多多的肉啊，老夫人吃了，吐了血。宋雪把老夫人和轮椅推倒，还打了老夫人一耳光。公司那边，最后孙副总被他们重伤，我刚把他安顿好。宋雪，萧爷，是我老张，工地这边出事了，宋小姐夫人来工地视察了，刘工熬了几天几夜，刚眯一会儿，宋小姐看见后大发雷霆，提醒刘工，还对他各种辱骂。你们拎不清位置，我就杀鸡儆猴，把他给我吊起来！萧爷，您听到了吧？这刘工好歹是您亲自请来的专家呀。张工，把电话给那个蠢货。宋小姐，陈潇哥哥，你终于打给我了。莫廷玉他打我。对了，我正在工地帮你教训一个偷懒的蛀虫呢。宋雪，带着你全家，还有那个赵露，站在原地，一步都不准动。等我过来。说了什么？他怕我累着，让咱们先别动手，他待会儿过来亲自收拾这个垃圾。陈潇哥哥，陈潇哥，陈潇哥哥。陈潇，你疯了！他是你未婚妻。姐夫，消消气儿，一家人，有什么误会你妈！刘工，对不住，让您受苦了。陈潇，你为什么这样对我？为什么？你这个不知感恩、心如蛇蝎的畜生，竟然还敢问我为什么？我是你的未婚妻，你说了要娶我。我什么时候说过？我的未婚妻是莫廷玉。当年施舍你学费是积德，
不是什么养成系爱情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也配做我陈潇的未婚妻？我连你的名字都差点忘了。不可能！你在骗我！你们对我母亲所做的罄竹难书，死10000次都不够。阿龙，把兄弟们都带过来。潇儿，陈潇。孩子，妈没事，再不来，我怕你被怒火烧坏了心。当年潇儿帮你是出于一份善心，这份善心本应是照亮你前路的灯，可你们却把它当成了攀附高枝的梯子，为非作歹的底气。你错把施舍当情义，错把妄想当现实，踩着别人的血泪往上爬，爬得越高，摔得越惨。潇儿，妈知道你心疼我，心疼多多，心疼林丫头，恨不能将他们碎尸万段。妈心里也疼，也恨。愤怒的火焰能烧毁敌人，也能灼伤自己握刀的手。自有法度，把他们交给该管的人吧。周特主，萧爷，联系执法局，把宋雪、宋建国、王翠花、宋强、赵露全部带走。非法侵入住宅，故意毁坏财物，故意伤害、重伤、虐待动物致死。明白，我这就去办。善恶到头终有报，平凡人也有自己的闪耀方式，不能误入歧途。妈，我带你回家。